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一直在思考，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黑天鹅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呢？黑天鹅事件就是指不在意料之中的，它还发生了，还确实带来破坏性的影响。比如这次的新冠疫情，导致我们的工作生活都产生了影响。我又很不喜欢一句话，哎呀，这2年不疫情嘛，大环境不好，大环境不好。终于啊，有人替我说了心里话。哎呀，自己没能力就说没能耐，还大环境，你到哪都大环境不好呢？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！可是这次的疫情确实是真实的影响到你我了。那行，影响吧，能不能是好的影响呢？就像《双城记》的开篇说，这是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个最坏的时代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我能不能把黑天鹅拿回家铁锅炖大鹅，让不好的事件带来积极的影响？我一直没有思考出对策，直到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我终于想到办法了，而且这个办法就算世界末日它都好用。通过观察就发现有一种专门吸血的蝙蝠，它要是超过3天不吃东西，它就会饿死，它的同伴呢就会反刍自己的血液给它喝。那可能他俩是好朋友，或者他俩是夫妻，或者是他俩是有亲属关系呢。特野做实验，给2个不认识的蝙蝠给抓一起去了，也会发生这种现象。按进化论来讲，这种现象应该特别少才对呀。动物啊，植物啊，应该以繁殖为主要目的，其他的都属于不务正业，怎么能老想着去帮别人呢？假如我们在原始社会，我刚猎到一个兔子，我就给我朋友了，那我自己不饿死了吗？但是在自然界当中，这个现象特别普遍，比如蜜蜂、蚂蚁，甚至连病毒也是这样，牺牲自己为其他的病毒释放更多抑制宿主免疫系统的物质。那按理来说，这种牺牲自己的病菌应该越来越少，它都牺牲自己了，都死了，还怎么复制啊？那种利己的细菌越复制越多，最后就全变成利己的细菌了。不是，越是这种利他的病菌，繁殖能力就越强。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体系当中，你要是做这件事儿不跟现实的利益挂钩，那你就是个大傻子。大傻子！别说帮别人了，不落井下石都不错了。管好你自己，少管闲事儿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。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怎么能天降横祸还不伤及到我们呢？就是利他。你想要智慧，就把你知道的知识告诉别人；你想要钱，你就把钱先给别人；你想要什么，就先把什么给出去。我才知道这个道理，刚听到这个说法，我也觉得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！但是你再想想，种地是不是先把种子放到土地里，也就是把我们的种子给地。如果我们想做生意做买卖，是不是也需要先采购，先进货，才能再往出卖呀？都是先有一个往外掏往出拿的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嘛，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。如果你想要更好，就需要你发自内心的往出掏，就往外掏钱的时候还特别开心，就这个意思。比如说别人有困难，你发自真心的希望帮到他，希望他能解决这个困难，而不是在考虑啊，我这次帮他了，你下次得帮我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比如说种苞米吧，你在春天种了1束苞米，等到秋天的时候也收获1束苞米，那还不如春天的时候就把这1束苞米给吃了呢。它的回报也不是你给出去多少它就回报多少，而是成倍的。同样想要生钱种钱，就需要先把钱给出去。我当时看到这儿啊，我老不赞同了。因为在几年前吧，身边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儿，就是有一对母女俩，他俩贼信佛，信到啥程度呢？就是他家有2套房子，把这2套房子卖了，卖来的钱全部都捐出去了。
给这家人男主人气的和这女的离婚了，然后离家出走，再也没回过家。你说按这娘俩这个捐法，他俩不说富可敌国吧，也不至于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了。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租房子住。我又继续往下看，这书就说了，什么地都能长种子吗？你要把种子扔柏油马路上，能长出来吗？你要是把种子扔水泥里，能长出来吗？你得扔到4个地方，扔哪儿？是不是让我把钱给你？我就知道可以扔给4块地。第一个，你的父母；第二个，你的恩人，帮助了你的人；第三个，急需要帮助的人；第4种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人，而且也不是那种疯狂的傻逼行为。比如你赚了一笔钱之后，你就把这笔钱的5%拿出来，把这笔钱捐给别人，而且不是马上捐，是存起来6个月。在这6个月当中，你就观察给谁，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想往出给，你也是充满了开心和喜悦的，这种带着喜悦的心情到处瞅，这无形当中又是播撒了一个喜悦的种，这样你再给出去，这笔钱会更加有力量。这也太功利了，就算是把钱给父母，那也是抱着我想挣更多的钱才给父母的呀。所以发心就很重要，你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父母可以开心可以快乐，把钱给出去。那如果我就是非常自私，做不到不去合计别的，非那么给呢，也可以，也能有收获，但是同时呢会带来一些自私的结果，比如发生矛盾啊，发生口角啊，反正类似的负面的这一系列吧。这书中还讲了一个破解之法，你可以这么想，我如果赚了更多的钱，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给我父母更多的钱了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你好心好意的去帮助了一个人，他不感激你就算了，还加害于你，或者就是你借别人钱了，他不还你，你管他要，他还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？你是不是小心眼呢？还有是那种特别坏的人，不善良的人，特别有钱，怎么解释？这条法则根本就行不通。我就是这么想。当时作者就说，他3岁的时候，他妈就跟他说，有好东西啊要跟别人分享，他就把玩具跟珍妮分享，借珍妮了。结果这小珍妮不讲究了啊，不还他了，自己密下了。当时他才3岁，他就想，我以后再也不借别人玩具了。长大他又借别人钱，别人不还他了，他说以后我再也不借别人钱了，我好心好意的分享出去，得到了不还我的结果，善良的想要帮助你，借给你钱，你却不还给我，这两者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联系。种土豆能长出来地瓜吗？种花生能长出来西瓜吗？他们没有关系。之所以你分享玩具，珍妮不还你，可能是你之前的某一个不守承诺的行为，可能就是你上一次跟小朋友玩躲猫猫的时候，到你躲了，你回家了，人找你一宿黑，导致了这一个结果，刚好在这一刻结出来果实了，这才是珍妮不还你玩具的结果。而你分享玩具的结果还没到呢，可能是你长大之后有一次你需要用手机，而你手机刚好没电了，别人借你充电器，这可能是结果。种豆得豆，种善得善，种恶得恶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轮转3界，循环不息。就是说呀，善恶因果他们就像影子一样，哪怕你死了他都跟着你了。那为啥坏人能赚到钱呢？同样的道理，这个坏人可能是前世，可能是小时候，可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种下了善的果实，在这一刻还给他，等到他的结果都还完了，他之前做的那些坏事也会加倍的还给他，只是果实不得有一段时间成熟。还有一句经文是这么说的，如来成正觉，众生堕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就是说如来啊之所以能成正觉，那是因为如来种了成正觉的因果，众生之所以堕三途，是因为种了度三途的因果。就连如来他都在这个规则之中，我们又能逃得过去吗？看到这儿，我突然间想到，对呀，这是在
大概去年不是前年学到了一个小知识，那个视频就是一个讲学习的视频，就说你如果想把一个知识牢牢的记在你的脑子里，你就把它讲给别人听，这样你就能记住这个规律哈。我已经实践过了，真的是好用。还有因果、种子，是不是它都是一个意思？要不你想，人类从石器时代怎么能到今天的科技文明呢？如果每个人都想着自己这是我的技能啊，我可不能让他知道，科技又怎么会进步呢？你再看啊，那些富豪大资本家，他们老晚出捐钱，洛克菲勒家族、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他们就那么晚出捐钱，还不耽误他们成为富豪家族，就是因为他们太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哪怕他们背后有神秘力量在为他们撑腰，那也不好使。所有的事物都在根据这个规律，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去。如果你最近点子不好，又遭遇水逆什么的，那你就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，做一些利他的事情。根据定律，很快你就会扭转颓势，绝对不可能肉包子打狗，上天都不干。只要这套规律规则你能运用得好，就是再发大洪水都淹不死你。你是不是跃跃欲试，也想试一试呢？那就把这条视频发给身边的人，或是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，放下自己，帮助他人，自利利他终不竭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